玉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在江北雨季迁营前，我们大家聚在火边说自己梦想是什么？我当时说自己的梦想是想当个大英雄。我已经完成我的梦想了。来，来，今天你我拼一拼。玉主，遵你令，樊玉已进入最高戒备，所有能离开永业大陆的渠道已被彻底封锁，所有传送站高铁全都限制使用。商阁、战阁、后勤阁已紧急调动，在方圆100里开始地毯式搜索。陈凡没有讲话，只是蹲下身子，静静地盯着周末这副有些陌生的脸庞，总感觉和3日前的样貌无法平和。无数异宝碎片散落下来，那是他给周末准备的护身异宝，悉数碎裂，还有个碎裂的木板。这个木板是以前用来记录雨季倒计时的，没想到你这家伙会将这东西随身携带，好歹存起来也是。让后勤阁来人将周末遗体收好，等此事结束，运往崎岖岛。永业大陆37个区域全部封锁，挨家挨户去查，找到他们。是，玉主。该死！该死！再给我一点时间，说不定就有更好的转机。结果那家伙非要动手，结果死的那个男人是樊玉战阁阁主周末，是跟随陈凡从雨季闯出来的老班底。陈凡是不可能让这件事草草落幕的。此时民房外，原本应该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满是嘈杂声。樊玉成员正在地毯式的清查这座城池。嘴唇为何干裂？回老爷，今日忙碌忘了喝水。忙到忘记喝水？带回审查。老大，我去吧。不用。他们在这里！这回该你去了。我投降！说吧。大搜查已经进行了1天，抓到不少，但无一例外，没有人开口，上再多的手段也不开口。他们叫企业人，他们是人类，但是极其特殊的人类，从上古时期活下来的，只要不是意外死亡，可一直转世，但转世后记忆暂时不会恢复，需随着时间慢慢恢复。这个时间节点不固定，有的3、5岁，有的是7、8、9岁才恢复。所有人都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天生的左撇子，右臂里封印着无法掌控的力量，那是他们企业的讲示。在很久很久之前，只有一片大陆，名为原始大陆。当时没有永夜，没有黑暗，没有鬼物，就是一个极其普通且正常的大陆。有一日，一伙人聚集在一起，尝试去看看天到底有多高。他们调动了大量物资，修建了一座直通天穹的高塔。高塔2万公里高，耗时600余年，投入了数代人的精力。终于，高塔完工了。他们极其兴奋地冲上高塔顶端，触碰到了天的上限。他们发现天的上限就是2万公里，有层结界在天上。他们尝试刺破这层结界，当时所有人都迅速离开了高塔，知道情况不对了。但夜里有一帮人暗中前往顶端，用右臂的力量打碎了结界。结界后的无穷黑暗如潮水般涌来，此后黑暗地缘降临。你是告诉我，有一帮人不靠任何建筑蓝图，手搓了一座高2万公里的高塔是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哪怕是前世那个工业化发达的世界，都绝对不可能完成这个建筑。假如真是这样，一开始起这个计划的这群人，肯定已经早就受到了蛊惑，并且利用了黑暗力量。我也是听他们这么说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你想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吗？绝对不是！他们之所以叫企业人，
是因为漫长的永夜便是因他们而开启的。每个企业人右臂都会蕴含着强大的黑暗力量，那是最纯粹永夜降临初期的黑暗力量。每次转世，力量都会被稀释一部分，所有人企业人都会下意识地朝黑暗能量最纯粹的人聚集，从而形成村落。我不是企业人，我是真的左撇子，当时无意路过便被收留。当我明白处境后，已经无法逃了。喂，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他们的同类？当然有，主要探测手段有2种。第一种是看对方是不是左撇子，我恰好是。第二种是他们可以看对方是否淋过金色大雨。企业人是被总天道所极其厌恶的存在，一旦发现，立刻抹杀。所以所有企业人都会下意识极其抗拒淋金色大雨。而在1年前那场永夜大陆的金色大雨，我恰好没淋。我当时太久没吃饭，饿昏在闹草屋了。当时是繁育成员发现的我，给了我水和干粮。我醒来的时候，雨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这2点，才让他们相信我是他们的同类，只不过暂时未觉醒。还有一种绝对准确的方法，企业人右臂受伤后流出的液体都是黑色的。你们可以看看我的绝对是红色的。所以去天外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像信徒一样极其偏执，被洗脑至深。相信你们肯定抓到一些，但无论如何审讯，他们都绝对不会开口。当时天穹被刺破后，导致永夜降临，天穹外的黑暗疯狂涌入这方天地，所有黑暗都来到了这方天地。天穹外的黑暗已经没有了，他们计划在天潜大陆上重启巴比伦塔，前往天外天，在天外天建立一个属于企业人的国度，称之为天赐之地。听明白了，那为何要对樊玉出手？如今留在永夜大陆的企业人有2个头，能量不分上下，其中一个是暴力向的，叫浩爷，他倾向于削弱樊玉力量。关于樊玉不利的谣言，就是他做主传播的，为了日后占领大陆。另外一个是偏功能向的，叫九爷，看起来很儒雅，倾向于躲起来不被发现。2人的想法有冲突，杀死周阁主的就是浩爷的人。当时九爷尝试收买周阁主，正在谈的时候，浩爷就派人来了。带他下去，好生安顿。浩爷单体极强，他还有一个用残骸拼造出来的傀儡，叫屠夫。周阁主就是死在屠夫手下的。不久后，整个永夜大陆已被彻底封锁，陷入死境。而2个领头人之一，最先暴露的是浩爷，被围在永夜大陆北部的无人荒漠上，被数十艘非洲包围在中间。我不能倒在这里。冲出去！活出！放开我！搜捕行动足足进行了7天，越来越多的企业人落网，但那个九爷却迟迟不见踪影。浩爷已经招了，九爷的能力是可进入暗空间，这也是为何当日屠夫光明正大出现在矿场，却无一人察觉的缘故。搜捕依旧在进行，江北荒原、樊城，九爷正躲在下水道里，饿得已经头昏眼花。就在这时，原本头顶上嘈杂的街道，嘈杂的声音正在快速逝去，直至变得极其寂静，声落可闻。这样吗？到底还是逃不掉。他知道自己稳了。无名山后山，九爷被带到陈凡面前，陈凡正坐在一张木椅上，而在前方空地上，足足数千人被铁链束缚，跪在地面上。少爷，人全带到了。少爷，时辰到了。听好了，从今日起，樊玉会不惜一切代价清除这方天地的所有企业人。记住，是所有，你们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我都会亲手处决。我有一些上古隐秘，如果你……嘘，别说，千万别说，我不想知道你们有什么目的。
我只知道你们的末日来了，你们企业人的末日来了，迎接专属你们的永夜吧。我会让繁育这2个字成为你们企业人记忆深处最恐惧的噩梦。说好的一起走下去呢？你啊，这是你上次哭哭唧唧的留影，本来还打算下次喝酒嘲笑你的，你倒是精明，都不给机会。盖棺定定，起棺！宋阁主，记得江北的味道，早点回家。我相信你肯定能醒来，在你醒来之前，我会清扫干净这方天地的企业人。兄弟，你放心，我会做到的。这一夜，永夜大陆上点亮了无数盏白灯，无数人在为周末的死亡默哀。狱主现在的状态很不对，这打击对他太大了。突然折了一个雨季闯出来的兄弟，谁能接受？都聚在这里干嘛呢？好了，不要用这种表情看我。周末又没彻底死，我有预感，他说不定明天就在崎岖岛复活了。都回去吧，明天还有事要忙。第2日，整个永夜大陆上的所有人口开始浩浩荡荡地准备通过海底隧道前往独眼大陆，在淋一次金色大雨延寿的同时，用金色大雨再彻底筛选一遍企业人，这是最保险的手段。快！狱主，后勤阁在清扫战场时发现了背着雕塑昏迷的扣扣。微微呢？怎么连自己妹妹都能忘了？狱主，微微还在沉睡净化呢，还好扣扣并无大碍，休养几日就行。只是我们检查了她的身体，好似发生了一些变化，具体还不确定，但应该不是坏事。醒了第一时间通知我。是。少爷，从噬心鬼里得到信息，他本名贪心，来自3级鬼族荒族，所在的荒族正在战争泥潭里征战。永夜大陆当时雷雨海域解封的消息，在外界有天地异象，很多势力都收到了。很多年前，外界就在谣传，永夜大陆有因太强被天道强制封印的至尊异宝，故而海域碎裂后，不少势力都派人来试试水，贪心便是其中一个。总天道之所以用雷雨海域封印永夜大陆的，很有可能是这里便是巴比伦塔的原址，只是苍穹已碎裂，苍穹外再无黑，那就算巴比伦塔重建，又有何影响？这是封印的真正理由吗？那些雷雨海域里所囚禁的鬼物，一直守在永夜大陆外，在等繁育的保护期结束。如今随着时间迁移，那遗址早就没了，所有势力都虎视眈眈地盯着这片大陆。看来2年后的保护期结束之后，好像就是繁育的死期了。